随手翻开菲律宾媒体报道，近几年针对华商的绑架案屡见不鲜。2022年，福建籍商人吕某某被绑架，匪徒索要上亿人民币赎金。2023年3月，华裔商人林某某支付赎金后死亡。同年4月，商人陈某惨遭撕票。没过几天，商人王某被勒索数百万赎金。同年10月，匪徒闯入商人曾某某家中绑架6人，目前已发现4具尸体。甚至当地知名华侨领袖洪门志工党总部副主席陈文章，光天化日下被7名绑匪劫走。洪门是什么组织？当年可是名震江湖的黑道帮会，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不料连自家大佬都成了受害者。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根据菲律宾国家警察局的报告，仅在近3-4年间，家属报警的绑架案便有100余起，华人受害者超过200人。至于不敢报警或私下和绑匪交易的，更是不可胜计。这些年，在菲律宾有点身家的华商人人自危，纷纷雇佣保镖，提高安防级别。见非国市场不好做，犯罪团伙便把目光投向中国大陆。与传统绑架犯罪不同，菲式服务主打高端大气，天衣无缝。以今年热火朝天的2名医疗高管被绑架为例，犯罪集团的获客方式独辟蹊径。去欧洲学术会议上寻找目标，这种会议通常参加费用高昂，加上人员交通食宿，最少要花上大几万，犯罪分子可谓下足血本。这样做也有优势，参会者大多数是行业高管，相当于做了一次高效筛查，只要调到一个高净值目标，前期投入不过是毛毛雨。再者，犯罪手法升级换代，完全碾压旧式骗局。在传统诈骗团伙里，年轻女性往往受教育程度不高，靠出卖色相捕获猎物。李娜完全不同，她受过良好教育，熟悉行内业情，在大佬面前炯炯而谈，滴水不漏，个人素质丝毫不逊于500强员工。更关键的是，他所说的集团真实存在，老板是著名华商，生意规模庞大，这些信息均在网上公开。政商高层联手垄断某个领域，也的确是东南亚商界的潜规则。挤进这个精英小圈子，就等于拿到金库钥匙。总之，你能查到的信息都是真的，骗子只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安排了一个致命谎言。案情披露后，一个细节把很多医疗界人士吓出一身冷汗，在好几个行业微信群里都曾闪现过疑似李娜身影。草蛇灰线，伏没千里，骗局早已布下，就看哪个倒霉蛋先落网。难怪从5月欧洲相遇到6月拿钱撕票，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2名被害人丝毫没察觉到危险。不是他们思想松懈，事发后几名业内大佬坦言，就算换成自己，下场大概率一样。在全新升级的骗局面前，最能救你的不是智商，而是运气。菲律宾是怎么成为绑架大国的？经历了缅北新闻轰炸后，一提到东南亚黑色产业，咱们往往下意识想到电诈、嘎腰子。但事实上，黑产圈各有势力范围，在缅甸是电诈为主，在泰国盛行人体器官买卖，而菲律宾的邪恶根源来自于赌博，这和当地传统有关。在麦哲伦环球航行路过菲律宾时，欧洲水手们就发现当地人痴迷斗鸡，不少人因此倾家荡产。此后，菲律宾先后成为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地，因为老百姓太好赌了，严重影响干活效率，当局不得不一再发布禁捕令。然并卵，赌性已经融入当地人血液，让他们戒赌比戒饭还难。虽然在博彩业发生一次重大改革，赌场必须先拿到牌照才能合法开业，无牌照者
沙舞社。当然，牌照不是白拿的，每家赌彩公司必须上缴高额税金，这笔钱弯弯绕绕，最终流入上层的小金库。所以就算老马倒台了，继任总统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唯独在博彩业这件事情上萧规曹随，丝毫不改。懂的都懂，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到目前为止，菲律宾政府一共发放了57张博彩牌照。理论上讲，全国应该只有57家赌场才对，但事实是每张牌照可以有5个子牌照，子牌照下又可以挂靠 N 家盘口，结果就是牌照制度形同虚设，赌场遍地开花。有人可能要问了，照这个搞法，菲律宾人啥正事别干，天天睡在赌场里算球。你还别说，随着网络时代到来，事情还真朝这个趋势发展。线下赌场毕竟有物理限制，不方便家远的赌民消费。自从线上赌场兴起后，只需一部手机，性感荷官随时在，光速背上高利贷。网络赌博像魔鬼一样，从工厂钻进学校，由成人祸及年轻人。到了杜特尔特当总统时，网赌已经成为沉重的社会包袱，再不治理，菲律宾眼瞅着国不将国了。最关键的是，博彩业蓬勃发展，总统收到的抽成却没有增加，却都被经营者通过各种漏洞逃掉。老赌的制赌政策主要包含2点，一是严厉打击无证盘口，想进这个圈子挣钱，必须投靠有牌照的大哥，相当于抬高准入门槛，让牌照持有者掌握更多财富。大哥们也要担起行业自治的职责，尤其是依法纳税。57张牌照，57个大哥，每人脑袋后顶着一杆枪，谁敢耍心眼试试？2是禁止菲律宾人网络参赌，只准霍霍外国客人。这一条可谓是用心阴险，表面上看不出玄机，但了解菲律宾国情的人都知道，所谓的外国客人指的就是中国人。众所周知，因为历史原因，东南亚各国华人众多，菲律宾概莫能外，华人数量多达100万。经常上网的朋友肯定对澳门首家线上赌博开业啦之类的弹窗小广告并不陌生，全中文宣传，还有美女客服在线接待。实际上这些东西和澳门没半毛钱关系，运营者大多数来自菲律宾。庞大的中国市场让菲律宾网络博彩业迎来一轮大爆发。在马尼拉某些地段，博彩公司霸气包下整栋写字楼，无数台电脑屏幕24小时疯狂闪动，一片片博彩工业园区拔地而起，比如宝福园区、万国标、皇家宫廷大院等等，规模堪比小型城镇。要支撑这么大的产业，必然需要海量精通中文的从业者。菲律宾本土华人不够用，便从中国招工。说是招工，其实就是骗，就是偷袭，花言巧语骗上同胞上钩。有段时间，国内网上充斥着东南亚高薪诚聘的信息，出国务工，工作轻松，食宿全包，机票报销。奇怪的是，如此优厚的待遇，入职条件却低得吓人，只要会说普通话，会电脑打字即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不难看出，天上不会掉馅饼，也不就是妥妥的杀猪盘吗？然而林子大了，有的是傻鸟，还有身背重债的老赖，案底累累的流氓，撸网贷的赌棍，好吃懒做的三和大神，形形色色边缘人物幻想着东南亚一夜暴富。高峰时期，从中国赴菲律宾的航班上，95%的乘客都是这种人。他们称网络博彩为菠菜，从业者就是菜农。最疯狂的时候，马尼拉的中国菜农多达30万，园区里有中餐馆、理发店、游戏厅、奶茶店，鳞次栉比，甚至还有按摩店。
几十万骗子开足马力，键盘敲得冒烟，金钱像流水般涌入网络博彩公司账户，但迎接菜农的却是一场噩梦。头一个收拾菜农的是博彩公司。菲律宾不养闲人，何况刀口舔血的买卖。园区四周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大门一关，法律道德屁都不是，公司一句话就能决定菜农生死。高工资自然是没有的，但业绩 KPI 一分也不少。完不成任务，拘禁、毒打、性虐、侵犯、嘎腰子、丝滑小连招，人类能想出来的狠活这里都有。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大批菜农白挨了几顿打，灰溜溜遣送回国，落地时鼻青脸肿，兜比脸干净。但也有一些人没法回去，他们要么在国内有案底，要么欠了一屁股赌债不敢露面，只能飘在菲律宾讨生活。这些烂仔与失业的博彩公司员工一合计，既然大家都断了财路，索性产业升级，干绑票吧。反正抓人、拘禁、拷打、弄钱，在菜农身上早练熟了。转型成本无非是多弄点武器，在持枪合法的菲律宾，这都不是事儿。俗话说，老乡见老乡，背后来一枪，华人搞绑架同样先向同胞下手。除了开赌场的大老板外，出租房屋、摆摊开店、放贷洗钱等等周边行当，到处可见华人身影。绑匪熟悉这些富人的生活轨迹，方便下手。还有个重要原因，华裔的生意，华商的生意多少沾点灰色，敲诈他们相当于黑吃黑，被害人宁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一绑一个不吱声。因为一旦被警察知道，穿制服的下手更狠。这可不是给菲律宾警察抹黑，马尼拉曾发生过一起绑架案，2名警官公然在路上拦车，把肉票直接铐走。事实查明，这是一个针对中国和马来西亚游客的绑架团伙，主犯均是在当地警官，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官至少校。最后我们来聊一下绑架案不断发生的原因在哪。一、非法枪支泛滥，长线枪战。菲律宾并不禁枪，据悉菲律宾今年已发生10起针对中国公民的谋杀案，3起抢劫案。据菲律宾警方2012年底统计显示，非全国拥有120万支登记的合法枪支，而流落民间未登记的非法枪支多达60万支，甚至有菲律宾警方表示，流落在民间的非法枪支比警方所拥有的枪支还多。菲律宾有近100支私人武装活跃在菲律宾，枪支泛滥，私人武装之间枪击频繁，这些非法枪支严重威胁民众的生活安全。非民间团体为此提议禁枪，但并未取得成效。2、非治安状况恶化。英国智库莱加顿研究所曾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全国144个国家和地区中，菲律宾2012年的社会治安状况排名下降至第112位。菲律宾经济状况不佳，民众生活水平很低，贫困、失业人口多，不少人铤而走险。与此同时，国家从上至下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警察系统不作为，社会治安差。3、涉嫌参与绑架事件的人当中，半数以上是警察或军人。面对混乱的治安秩序，菲律宾警察长期以来不但束手无策，不少警察甚至警匪勾结，加入了绑匪的队伍。事实上，当地媒体称，一些人在菲律宾遭到绑架，宁愿交赎金保命，也不报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警方破案能力没信心，更重要的是被绑架者的亲属担心警察中有人勾结绑匪。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警方参与绑架的情况时有发生。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
菲律宾绑架事件一度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警察在这些案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菲律宾前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曾说，涉嫌参与绑架事件的人当中，半数以上是警察或军人。4. 反政府武装是绑票专业户。菲律宾境内活跃着多支反政府武装，这些武装平时主要靠绑架生财。大马尼拉地区警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非全国发生了35宗绑架案。非国内民间团体曾称菲律宾是亚洲绑架中心。与其他一些地区的叛乱团体一样，菲律宾国内的反政府武装也常绑上一票，试图借此讹上一笔，或以绑架为筹码与政府谈判。但是非政府有时并不买账，而通过武力解决问题。当冲突激化，绑匪见势会将人质撕票。在专业绑架团伙中，极端组织阿布沙耶夫武装最为世人熟知，也最具代表性。据悉，绑架人质索取赎金是阿布沙耶夫武装筹集经费的主要手段之一。5. 非反华分子趁火打劫。面对华人遇害事件，菲律宾政府机构，尤其是警方的反应并不积极。在中非关系的敏感时刻，这一定程度上会助长一些反华分子伤害中国公民。分析称，菲律宾方面在应对华人频繁遭遇不幸方面的反应并不积极。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一方面是因为在中非关系敏感时刻，一些不法分子想趁火打劫华人。他们认为政府不会重视这样的案子。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再会。